以军对拉法发动精准空袭，坦克旅控制拉法口岸，哈马斯已经无路可退。拉法之战会如何发展？美军完成加沙援助码头建设，并暂停向以色列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乌俄战场之上，乌军损失第7辆 M1，为何 M1会被俄军频繁炸毁？超级大黄蜂挂载9枚空导弹摧毁胡塞无人机。4月30日，内塔尼亚胡宣布撤离民众，准备拉法行动。5月6日，以哈谈判陷入僵局，拉法之战彻底打响。以哈双方的主要分歧点在于，哈马斯要求以军永久停火，撤出加沙地带，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的被关押人员，并且只同意短期停火，坚持停火结束后继续攻打加沙地带，直至全面消灭哈马斯。5月5日下午，哈马斯打破协议，向以色列靠近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地区发射了10多枚火箭弹和迫击炮，结果造成4名以军士兵死亡，另外有10名以军士兵受伤。对此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直接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哈马斯拒绝协议并袭击以军士兵，让以色列别无选择，从而开始拉法行动。同一天，以色列国防军通过传单、短信、电话等形式要求加沙民众从拉法东部地区转移到指定地点。哈马斯见到以色列的态度之后，在5月6日发布声明，宣布同意斡旋方提出的停火方案，只可惜有些晚了。5月6日，以色列战时内阁全票通过拉法行动，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，从而推动以方被关押人员获释，并实现其他作战目标。当天晚上，拉法之战打响。5月6日晚上，以色列空军对拉法东部的哈马斯目标发动精准空袭，以军地面部队也已参与对拉法东部地区的进攻。第162师第401旅、吉瓦地旅以及另外2个旅加入战斗。5月7日，以色列军方称，以色列第401旅进入拉法口岸，切断哈马斯的武器补给，之后将沿着费城走廊沿线向前攻击，直至推进到大海，对哈马斯实现合围。在控制拉法之后，以军也随即在拉法西南部发起行动。目前，以军第162装甲师的100辆坦克已经开到前线，以色列第25空军联队在空中负责火力支援。此外，5月8日，以色列军方表示，正在加沙城的泽图恩附近开展行动。一份军方表明显示，迄今为止，以色列空袭已经袭击了泽图恩的25个目标，其中包括观察哨所和狙击哨所。以色列准备进攻拉法之后，美国就暂停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。美国新闻网站 AXLS 在5月5日就报道了这件事，这是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，美国首次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。5月8日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证实，已经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，不过暂停的是一个批次的军事援助，包括1800枚2000磅炸弹与1700枚500磅炸弹，其他防御性武器将继续提供，包括用于铁穹防空系统的武器。此外，美军完成加沙援助码头建设。3月7日，拜登首次宣布建设该码头的计划。3月8日，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声称，临时码头将在大约60天内投入使用，现在他来了。5月7日，美国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格表示，浮动码头和3叉戟码头2部分的建造已经完成，正在等待进行最后的海上移接工作。不过在5月3日的时候，路透社就报道，因为天气原因，美军暂停加沙临时码头的建设，并将建设工作转移到以色列阿什杜德港，所以即使建设工作已经完成，也无法立即投入使用。按照辛格的说法，由于大风和海浪，码头设施无法移动到加沙海岸适当位置，所以码头部分和参与建设的军舰依旧停留在以色列阿什杜德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按照美方的说法，大约有1000名士兵参与该码头的建造，其中大部分军人来自美国陆军和海军，耗资约3.2亿美元，预计码头在最近几天就可以完成。之后援助的物资可以由商船运送到加沙海岸附近的一个浮动平台，从那里转移到较小的船上，然后送到临时码头，通过卡车运到加沙地带进行分发。至于拉法之战会持续多长时间，目前谁也说不准。在哈马斯同意停战协议之后，以色列也在审查协议内容。不过在此期间，以军将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。而且以色列的目标是全面消灭哈马斯，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何时才会停止进攻。有评论认为，以色列的最高目标就是消灭哈马斯最后一名武装人员，缴获哈马斯最后一支枪，
最低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成建制的武装，消灭哈马斯主要领导人。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超级大黄蜂挂载9枚空导弹，用于对抗胡塞无人机。在4月份的时候，战区网站就已经报道，美国海军打算增加超级大黄蜂单次出击可携带的响尾蛇总数，从而更好地对付胡塞无人机。现在海军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，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超级大黄蜂已经可以携带5枚 AM120 和4枚 AM9X， 一个 ATFLIR 瞄准吊舱，以及一个位于机身中线挂架上的480加仑油箱。超级大黄蜂呢，一共有11个挂点，包括2个翼尖挂架、6个主翼挂架、2个进气口旁的挂架以及一个机身中线挂架。而在一般情况下，超级大黄蜂只在翼尖挂架挂载2枚 AM9X， 但是根据美国海军新发布的照片显示，在超级大黄蜂的外侧翼下挂架，也就是2号挂载点和10号挂载点，新加了2枚 AM9X， 另外的5枚 AM120 分布在机翼下方，加上油箱与 ATFLIR 瞄准吊舱，11个挂载点全部占满。此外 EA-18G 现在也可以挂载 AM9X， 虽然 EA-18G 是超级大黄蜂的改型，但是其翼尖挂架被与电子套件相关的吊舱占据。一般情况下 EA-18G 挂载3个外部电子战吊舱，每个机翼下1个，另外1个位于中线上，还有2个翼下副油箱以及2枚 AM120 或者是 AGM-88E 反辐射导弹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 AM9X， 对于咆哮者来说， AM9X 提供了额外的自卫能力。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，在 EA-18G 上安装 AM9X 并增加超级大黄蜂携带的导弹数量，属于支持红海行动的关键需求，这点的确没错。导弹更多，火力也就更猛，而且与 AM120 相比， AM9X 拥有独特的近距离作战能力，可以配合头盔瞄准具实现大力轴角攻击能力，拦截无人机时很有用。5月8日的时候，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表示，美国及华盛顿组建的联军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架无人机。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，胡塞武装在4月7日晚上发射了3架无人机，第1架被联军舰载拦截，第2架被美军拦截，第3架在圣亚丁湾坠毁。乌俄战场自行火炮对决，乌军弓箭手击毁俄军 2S-19S 自行火炮。乌俄战场之上，一辆俄军的152毫米 2S-19S 自行火炮遭到乌军弓箭手卡车炮精准袭击。2S-19S 被击中之后出现多次爆炸，目前已经彻底损毁。乌俄战场的火炮优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乌军火炮在精度、射程以及自动化程度上占据优势，而俄军火炮数量更多。就作战性能而言，弓箭手要碾压俄军的 2S-19S， 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射速和作战反应速度。弓箭手无需人工装填炮弹，可以在15秒内射击3发炮弹，在 2.5 分钟内射击20发炮弹。2S-19S 的性能只能达到弓箭手的1半。而且与其他国家需要复位装填的火炮不同，弓箭手用了跟法国一样的摇摆式炮塔，火炮能在任意角度装填，实际射速的优势要更明显。由于不需要车组人员下车作战以及自动装填炮弹，弓箭手的作战反应速度也很快，行军状态与战斗状态的转换时间只需要30秒，完全可以做到停车即打，打完就走。凯撒在这方面都比不上。此外，在火炮射程上，弓箭手占据了天然优势，其用的是155毫米口径榴弹炮，而 2S-19S 配备的是 RA-64 口径152毫米。乌俄战场之上 M1 再次被摧毁，这已经是乌军第7辆被俄军摧毁的 M1。自乌军2024年2月从战场投入 M1A1 SA 坦克之后，就不断遭遇损失，先后被反坦克导弹、T72B3 主炮、无人机等武器摧毁。5月7日，乌军又损失一辆 M1。根据视频显示，这辆 M1是被俄军无人机所摧毁。认领本次战果的单位为俄罗斯第24独立卫队特种部队旅的无人机操作手。根据大羚羊网站的数据，截止到5月16日，一共有6辆 M1 被摧毁，这次是第7辆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阿夫迪夫卡附近损失的。2月13日，乌军第47机械化旅在别尔蒂奇方向投入一辆 M1， 并在公路上开炮射击，但并没有被俄军盯上。不过到2月26日，在斯特普夫和别尔蒂奇的中间地带，乌军损失了第1辆 M1， 坦克下板已经炸飞，炮塔也多次被俄军无人机击中，应该已经发生了弹药殉爆。
3月3日，乌军在第一辆 M1 损失地点不到300米的地方损失了第二辆 M1。有消息说，这辆 M1 是因为压到反坦克地雷而瘫痪，之后又被2架俄军无人机击中，其中1架无人机击中炮塔侧面，而另1架无人机击中坦克顶部。不过从图片来看，似乎所有的坦克舱门都是打开的状态，这也就意味着坦克车组大概率逃生了。紧接着在3月5日，乌军损失了第3辆 M1。这辆 M1 是被俄军24独立警卫旅的一名反坦克兵使用短号反坦克导弹摧毁的。俄军一共用了2发短号导弹，直接从侧面将 M1 贯穿。也有消息说 T72B3 也参与这次猎杀，其侧面的弹孔是 T72B3 坦克造成的。3月10日，乌军又损失了第4辆 M1。从现场的画面来看，这辆坦克的损坏情况尤为严重，几乎不可能再回收利用。据称，这辆坦克遭到了俄军多发反坦克导弹的打击，之后又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精准投弹。无人机投放的弹药在 M1 坦克的内部爆炸，并引发大火，烧毁了内部全部的电子设备。之后就来到了5月份，截止到7号，乌军在半个月内已经损失了3辆 M1。5月4日，一辆 M1 坦克在阿夫迪夫卡方向出雷后瘫痪，之后被俄罗斯第228团士兵使用152毫米火炮发射的 2K25 克拉斯诺波尔精确制导炮弹摧毁。2K25 采用尾翼稳定以及半主动雷达导引设计，可以实现高精度射击，自行火炮和榴弹炮都可以使用，制导也可以交给海鹰式无人机或地面侦察队的雷达。这辆 M1 在被击中后不久就被车组人员遗弃了，而随后前来救援的 M2 又被俄军的反坦克导弹摧毁。在5月5日，第6辆 M1 坦克在阿夫迪夫卡地区被俄军无人机一发命中，随后坦克冒起浓烟起火。M1 坦克在乌俄战场上被摧毁，火力军也能理解。M1 系列的火力、防护性和信息化水平的确都不错，但问题在于 MA1SA 坦克的年龄太老了，没有主动防护系统。我们不能指望一款30多年前的坦克可以在现代战场大杀四方。俄军研究过 M1， 虽然装甲可以有效防御反坦克导弹，但是侧翼和炮塔的防护较弱，所以 M1 上战场之后，俄军便频繁攻击 M1 的炮塔后方，造成 M1 弹药殉爆。在乌俄战场之上，配备第一人称视角摄像机、可向操作员传输实时图像的无人机，以及 2K25 这种可以由雷达引导的精准炮弹，的确有能力击中坦克的薄弱点。M1 被摧毁也属于正常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前有消息说，因为俄军察打能力显著增强， M1 很难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作战，所以乌军打算将 M1 从前线撤下来，以保留实力。但是现在乌克兰坦克兵已经澄清，表示 M1 坦克依旧在战场，乌克兰国防部也证实了该消息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 M1 仍然在前线，但是考虑到折损较大以及坦克数量太少的问题，乌军没有拿着 M1 与俄军的坦克部队对抗，而是参照挑战者2的使用部署方式，将 M1 靠后布置，使其充当移动炮台的作用，火力支援前线作战。至于 M1 在5月份损失那么大的原因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战况不一样。阿夫迪夫卡与挑战者2部署的扎波罗热不同，俄军在扎波罗热只进行小规模进攻行动，乌军不需要考虑大规模反击俄军的问题。但是在阿夫迪夫卡这边，俄军拥有一定的优势之后，就开始向周围扩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乌军需要在坦克的支援下发起反冲击，不得不冒险将坦克遣出，支援必要的作战行动，损失自然会扩大。弓箭手使用普通炮弹的射程为30公里，增程型炮弹的射程为40公里。使用美制神箭制导炮弹时，射程可以达到60公里。相比之下， 2419S 发射制定的 OF45 炮弹射程为 24.7 公里，使用最大射程的 OF61 炮弹也不过30公里，并且 2419S 缺乏自动火控系统以及自动定位定向系统，独立作战能力较差，被打爆呢也是意料之中。波兰成功打进 F-16 战机和爱国者供应链，洛马为什么会同意？目前洛马已经正式同意将波兰纳入 F-16 战机以及爱国者3防空导弹供应链，并且相关项目的初步阶段已经完成。其中波兰企业 WZE 正式获得3项合资授权，包括开发先进电子系统、设计线箱以及设计爱国者3导弹的引擎控制单元。另一边，波兰 WZL2 企业成功完成2项 F-16 维修项目，也就是 F-16 电气维修以及电气液压项目。目前洛马2正在向 WZL2 转移技术专业知识，提供必要的装备和工具。等到 WZL2 可以维护3台 F-16 发电机以及2套 F-16 液压组件，就代表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。
其实波兰在2023年8月就已经表示极有兴趣加入洛马的武器供应链，刚好洛马也想加速武器的生产制造，二者一拍即合。虽然波兰不是洛马武器供应链中唯一的欧洲国家，不过作为一个新成员，波兰的加入可以加快洛马交付武器的时间，也能顺带在欧洲促销爱国者和 F-16。美军补给船艾伦·谢泼德号已经查明在巴林搁浅的原因，船员素质已经成为美军的关键问题。5月6日，美国《星条旗报》网站报道，已经查明艾伦·谢泼德号在巴林搁浅的原因。根据美国海军船只登记记录，艾伦·谢泼德号于2006年下水，任务就是运送干散货和弹药，可容纳120多人。在2023年7月的时候，艾伦·谢泼德号在巴林搁浅，并在浅滩滞留了7个多小时。幸运的是，只在船体上造成轻微的划痕，没有人员受伤。并且根据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概要，艾伦·谢泼德号的船长离开驾驶室，这是导致该船搁浅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按照该船的规定，在浅水区附近，比如巴林这一带的水域，船长应该留在驾驶室。但是艾伦·谢泼德号在抵达等候区之后，船长、领航员和大副先后离开驾驶室，之后三副为了躲避一艘渔船，导致艾伦·谢泼德号搁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国海军舰船发生事故的频率正在逐步上升。比如全狮号4月份的时候，在部署途中出现严重故障，船舵出现问题，被迫半道折返。2024年3月12日，黄蜂号在出港后不久发生轴系故障，不得不返回母港。5月1日的时候，黄蜂号2栖戒备大队又出现意外，2艘 LCAC-1 型气垫登陆艇相撞，35名海军和陆战队士兵受伤，其中包括被分配到黄蜂号戒备大队的第24两栖远征部队的队员。按照美国海军原来的计划，黄蜂号以及两栖戒备大队将携带美陆战队第24远征队前往地中海部署，以填补因为巴丹号戒备大队离开地中海而出现的战力空缺。结果3月初，黄蜂号出现故障，导致部署时间延期，现在又发生气垫登陆艇相撞。不过目前还不确定这次事故是否会影响黄蜂号戒备大队的部署时间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拉法之战会持续多长时间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